同学们，接下来我们来什么呢？我们来进行提染。提染这个步骤啊，一定注意这个逻辑关系啊。什么逻辑关系呢？就是深部加深，亮部加亮，增加它的对比度，使得主角的对比度凸显出来。你看，我们前段时间啊，前几节课一直分析这个手啊，这个手是我们的主角，所以它的对比要强烈。这个火是配角啊，所以它的对比啊，你不要太强了。现在这个手和火啊，你看没有完全的给它区分的特别明显，虽然有啊，虽然有，但是火和手之间的这个对比度啊比较接近，就是说深的和浅的之间的区别度啊都差不多啊，是可能手稍微的要怎么样呢？手稍微的啊有一些强，但是强的不太强烈。按照这个西方的绘画，它这种就可以了啊，就已经可以了。西方的绘画，因为什么呢？它更符合于客观啊。西方画的是科学嘛，你看到的什么，客观存在的是什么，它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，以这个为主线发展出来的。但是我们国画就不是这样了。我们国画有一句话叫经营啊，画画的时候要经营，位置要经营，色彩要经营，构图要经营，是不是？所有的东西都要什么呢？都要通过头脑的加工。我想让它凸显出来，我就给它增加对比啊。这就是我们中国什么呢？从哲学角度出发，也就是从主观，画画就是画画啊，不是照照片拍照片。所以现在我们要什么呢？刻意的给它把手的这些物体，尤其是中间这个手部和这个我们的这个法轮啊法器，它和它之间的对比是最强的啊。这个手的对比，首先不是说是手和法器之间的对比，这我在锻炼你们的脑啊，你们就要学会如何思考。画画的时候不能光是画啊，首先要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画。对，我这步画出来以后为的是什么目的？你看，就是说是什么手本身的这个最深的地方和最浅的地方之间对比要强，然后这个法器它也是我们这个画的画眼呀画眼的一部分，也是最深的和最浅的地方，它对比也要怎么样？也要强一点啊，也要强一点。那我们怎么加强？还是翻回去那句话：深不加深，亮不加亮，提亮。那我们这个深不加深用什么？很简单啦啊，淡淡的曙红啊，淡淡的曙红，甚至是胭脂啊，甚至是胭脂，先曙红啊，后胭脂。本身它这个用处用的也不是那么特别的。旁边有曙红啊，我里面浓曙红里面给它蘸一蘸啊，用的不要特别多啊，用的不要特别多。好，这个就差不多了啊。我们来看，一定要搓啊！你看搓一下，你看这就是淡曙红，是不是？你看着我当时湿的时候画的很红，干着的时候它未必就红了啊。我们找它的什么呢？首先先把它的固有的明暗，我们先给它表现一下。什么是固有明暗啊？就是它本身应该有的这些，本身该有的这些明暗，然后再同时考虑它的压盖明暗这样的，或者是什么呢？翻回来也行看个人爱好。我这个就首先我把这个指头尖子放低一点。指头尖子这里曙红的地方，我给它充血的地方我给它，你看，给它整个的倒染一下，边缘这里稍微来一点，稍微来一点像这个指头尖子。往下染，
对，让它这里红一点啊，让它指尖啊稍微红一点，有点血色啊，有点血色。我们一直用赭石啊，赭石你再染的再多啊，你也没有这曙红来一下来的好看啊，来的这个深度够。一定要注意了，若隐若现的给它来啊，若隐若现的给它来。然后接下来就好说了啊，我们来找到它的什么呢？手掌处啊，减小面积，边缘面积要小小的啊，千万注意别重。这边给它虚染过去，右边宽染，左边窄染啊。你看这里是个月牙形啊，这里稍微的宽一点，染完这里再染这里啊。你涂的时候啊，可以涂到这个蓝色里面去，但是注意这个面积一定要小啊，你别大了啊，也就是2毫米左右吧，1毫米到2毫米之间。它是水色啊，这个曙红啊是纯水色，赭石还有点实色啊，赭石还有点实色，这到了曙红这里啊就纯水色了。所以啊，它染起来的话比赭石要好染的多啊，比赭石要好染的多。你看每一个啊边缘都给它这样。宽的地方2毫米，像这种指头上面啊，指头上面就给它1毫米。这里啊，紧接着窄一点啊，这边窄一点。是不是啊？把这个加强啊，把这里加强。然后最深的地方，小面积的加强，一定注意啊！我说的是最深的地方啊，夹角处，像这里都属于夹角处。你看这个转角这里。你看这里是手心的最里边，你看我就这个区域，我就给它稍微的加强一下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区域啊，这里稍微再来一点点，补一点过渡色。
然后就是这里。这个遮挡关系啊，有遮挡关系的地方，像这些有遮挡关系的夹角，稍来一点点啊，你先把它的固有明暗就差不多了啊，固有明暗差不多。然后你看这里这边的最深的地方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一个圆形的中间就在指头的周围，小面积的指甲的周围给它晕染开，这里不是全染啊，就染一部分。把这个最深的地方我们给它表现出来。像这里啊，这个最深的夹角处，那肯定得有啊，遮挡关系，夹角处。和这边稍微来一点点，像这个小夹角，看看啊，基本这就差不多了啊。你看和它的遮挡关系这里需要补一点的，再来补一点。它的是个最深的地方，你不要太深啊，像这里最深的地方，在局部给它小面积的补一点啊，像这里。啊，这就可以了啊！你看这样的话，它这个立体感啊，像这些小夹角、小夹角、小夹角，稍微点一点啊，把这个小夹角点开啊，把这个小夹角点开，像这里，这都是比较深的这些夹角啊，我们给它一表现。你看这个手部这个掌心的这个立体感啊，是不是就圆润的多了啊？这是深部加深啊，深部加深。当然，深部加深完了，还有个亮部加亮啊，亮部提亮。亮部提亮用什么呢？啊，用我们的这个白色啊，白色一会儿啊，一会儿画。咱们先深部加深，都给它深入下去，然后再提亮。然后我们这个法器啊，法器用这个中等浓度的这个赭墨色，我们刚才不是啊，我们不是有这个赭墨色吗？就是晕染它最后下面这个啊，中等浓度的赭墨色，下面这个饰品的赭墨色，中等浓度就是咖啡色啊，你就说拿墨行不行？也可以。我们来把它的最深部，我们给它强调一下，像这些最深部都不用染啊，就是勒，细细的给它勒。看这里，特别小的染一下。看这一下起来了，找到它的最深部，也就是一个小米粒儿大啊，然后给它轻轻的晕染开，
要让它过渡自然了。其实它这个本身啊，我们这个它已经这个层次已经有了，只不过我们要在最深处给它加深，画龙点睛啊，画龙点睛。你看，我先把右半边画完了，画完了以后啊，从这个圆形开始，这边是左半边，这边右半边，我们看就是加深啊，加深以后啊，咱们看看它这个效果。而且是这个加深是什么？小面积的加深啊，面积一点都不大。咱们看一看对比啊，人说嘛，货比三家，比着画啊，比着画，你才知道有比较啊，才有进步，才有知道，才能学习到这个精髓在哪。找它的小夹角，都是那个很小的面积啊，就是很小的面积。染的时候啊，都是那个拿笔尖来染。找的全部都是什么夹角啊？找的全部夹角。提染的时候啊，没有大面积的染了啊。我们提染的时候全部都是小面积的，面积都非常小啊，就是一点点。用的颜料也特别少。而且基本是什么呢？深不加深啊，基本都是以夹角为主啊，都是以夹角为主。看这里的夹角。这边我给它勒一下，细细的勒一下，贴着边。然后这边是夹角是在这里。看加强，这里边贴着边勒，不染了啊，染也染不出来个啥。这边就要染了啊，找夹角。这边太小了，所以勒啊，这边就染，因为这个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。一个角一个角的啊，每一个角都非常小。染的时候不要给它拖得很开啊，就在小面积的给它染就行。
这个就乐，贴着边乐，能剩下多少就剩下多少，剩不下也没关系。哎，这个小夹角稍微来这么一点点。一定注意啊，有一个错觉，你们很容易产生，就是所有的地方全部必须染，不是的。前期我们已经把它在分染的阶段已经染的差不多了啊，现在就是局部的给它提一下啊，其他你即使不染啊，它这个程度也不会说有所降低啊，是不是？这里觉得需要有些局部加强啊，你可以局部的小面积的点一下啊，加强，这样来加强。你看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小夹角啊，你看就是一个小米粒大。你看这个夹角，前面我们就不染了，就染夹角。你看这里四周稍微点一下，这里不点都可以。这是个夹角。然后它们之间的遮挡关系加强，它们之间的遮挡关系。这里的小夹角，来，同学们来看啊，染到这里啊，你看它这个小夹角一卡，就是深不加深。我们来上下对比一下，这个和这个，你看就是深不加深，这里我都不卡了，没有夹角，所以我就不卡了，是不是？一卡完了以后，你看它这个对比度就怎么样？完全不一样了，你看是不是很明显啊？就是染的都很小的面积。不是说是大面积的给它染，这种画龙点睛的这种方法，你们一定要注意提染的这个度。精髓就在于什么呢？点睛啊，眼睛很小，点睛就画一点点。你看这里，这深部啊，给它填出来，很深的这种法器的夹角。当然，这个时候你涂的时候就不要出错了啊，也不允许你出错。是不是？你看，然后找夹角，一个小角，从最里面给它拖出来，就是笔尖探进去啊，笔尖探进去，尖锐夹角要锐利啊，这个锐利到这里啊，就是该尖的地方一定要探得进去，尖尖的修出来。对，一定注意啊！我们画画是给谁看的？是给人看的啊！一定注意了。
它的结构啊，该涂的很尖锐，人看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啊。画的时候啊，如何吸引人的注意力？从这个角度出发啊，你就注意了是啊，这该怎么处理这个画面？是不是就有个方向了？是不是？你看这里有个小夹角，就这么几个修一修啊，修一修，小夹角，轻轻的啊，轻轻的深入，它拖出来。看它这个颜色过多，一定要注意自然。你看，涂的一定要尖一点啊。最后再找夹角啊，这里还有夹角呢。对，你这里有遮挡关系的夹角，是不是？上面没有遮挡关系的夹角，你这里有啊，像这边。啊，这不是夹角吗？啊，这不是夹角，这些小夹角看它。然后啊，这里就有夹角了啊，你看上面的那个没有，不代表下面的遮挡关系没有夹角。对，最后这里是个夹角，要学会找这种结构的夹角啊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观察力了。老师，我现在学不会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慢慢练。先不会找啊，先跟着老师画呗啊，是不是？有个前后主次关系，你看这个夹角，它本身固有明暗的夹角和我们这个遮挡关系的夹角啊，都需要我们考虑进去，进而增加它的立体感。为什么我这个上面涂完了以后，染完了以后，下面我还要再给大家演示呢？就是因为上面虽然简单啊，是一个基础性的，下面是相对复杂的应用了啊，不只是你看这边就没有夹角了啊，是不是？这里这里这不是个夹角啊，找角，这里最深的地方。然后接下来啊，就是这里了，这些夹角。
面积小一点，这个就好画多了啊，这个就好画多了。从这里稍微来一点。一定注意面积别大了，找夹角啊，然后晕染的时候要自然，笔稍微干一点，往里多探一探啊，笔干一点，往里探一探，然后用劲儿轻一点啊。好，转着转着，你看，我们就把这个深部啊，就给它加深了。像这里啊，就是染不了就点一下，像这里小角子啊，给它点一下。对，最深的地方给它点一下，最后轻轻的刮蹭一下，窄染。这里就乐了啊，给它贴着边乐，能留下来的就留啊，留不下来也无所谓。这里就面积大的就染。其实这里啊有一个小瑕疵啊，其实这里应该是什么呢？给它转过来，转过来以后啊，贴过来的，是这样的。哎，然后这里啊是给它有个压盖关系的，画错了，画错了，你看我这里就直接给它拿这个补一下。线条勾一下啊，这里补一下。后期我拿什么呢？哎，我拿这个黄色的金色给它盖一下，你看这个结构也出来了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注意了啊，有些时候啊，画画的时候一些小瑕疵啊，一些小瑕疵很正常。
看这是一个角。你看对称嘛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样的，要不这样你缺一块啊，你们也自个儿加一下啊，自个儿加一下。这样加完了以后，我们再来看一看整个的这就对比度就怎么样呢？啊，对比度就统一了啊，把它的往远放，也不要太过了啊，一定注意不要太过了。你看远远看去啊，这个对比度你看一下就起来了啊，是不是啊？深不加深啊，一定要大效果画着看一看，画着看一看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调一个深不加深啊，调一个中等浓度的墨。中等浓度的墨啊，一定要注意是中等浓度啊。你看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啊，中等浓度，不是中等偏浓啊，中等浓度的墨。我们来把蓝色区域的这个深部啊，我们给它加深啊，蓝色区域的深部给它加深。这蓝色区域的深部其实就是这里。从里面给它大面积的拖出来，然后再很快的就给它晕染开，啊，就这么一下啊，就这么一下。像这些小夹角的地方，来一点，很小的面积。这里，前期啊，我们这个颜色就已经够了啊，现在只是把它这个小局部啊，给它怎么样加强一下。像这里啊，以前是没有层次的，就是平涂，现在我们给它啊沾染一下。边上找夹角啊，这里这里一定要出现这种过渡啊，这个过渡一定要注意沾染，小面积的沾染，有这么一个过渡。然后这里夹角处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小面积的，这里夹角。注意是中等浓度啊，中等浓度。啊，是不是这个立体感，慢慢的给它啊，你看，给它就表现出来，表现出来了。接下来往下，这里
细细的、窄窄的啊，这个就要给它，你看，快到边缘的时候，慢慢的给它变美。这里面积小一点。是不是它这个手部的这种结构就加强了啊？然后这边转角的地方啊，稍微的给它宽一点，收口这里啊，稍微给它深一点，虚染一下，哎，让它的体积感更强啊。这个夹角处就开始了。面积别大了啊，面积别大了。这里夹角处轻一点，然后边缘深，中间浅，对不对？它的固有名啊，边缘深，中间浅，把边缘稍微加深一点。大概也就是1.5毫米左右吧，啊，1.5毫米左右。边缘深，啊，过渡的自然一些，啊，或者就是啊，一节一节的染。这个染的时候一定注意啊，要把这个笔尖啊尽量探进去，然后窄窄的给它拖出来，这样的话啊才能自然。你看这样，我说的是1.5毫米啊，同学们啊，不是厘米。你注意这个厘米和毫米之间的这个区别。你看它的固有名啊，我两边给它加深。像这里啊，从头到尾啊，它这里就是深的。好，这里看固有明暗啊，固有明暗，给它加强了啊。中间是它鼓起来的地方啊，和它压的没那么近啊，所以啊，边缘像这些小结构啊，这里就可以涂，越到中间越少。像这些很深的夹角啊，就可以给它稍微的补一下，像这里，因为越到中间它是这个鼓起来的，是一个环啊，不是完全贴着的，所以中间不要管，就管两边啊，像这些小夹角啊，再给它补啊，这样边缘为主，中间就逐渐就没有了啊，逐渐就没有了。你看，中间不管啊，就是两边啊，就是两边为主。你看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金刚手的这个固有棉啊，就不错了啊。然后接下来这里小面积的根部，
来一点啊，小面积的根部来一点，夹角处吧。面积不要大了啊，加一些层次感出来，这样更好看啊。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啊，但是我们精益求精。像这个小夹角，涂夹角的时候注意了，一定要准确啊，一定要准确，你别最后前面涂的挺好，最后一下这个墨一下过去了啊，这个涂到火焰里面去了。那这里最深的地方啊，就给它平涂，对不对？像这里就给它平涂。有些同学说，老师，我能不能刚开始啊涂的时候，我能不能给它涂黑了，涂得很深啊？这个是原理上是可以的，但是刚开始啊，就是初学者，你们尽量不要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画画是一个整体的啊，整体的一个过程，就是逐步深入。你这个一下给它画的特别深，一下定调了，其他的都要跟着这个颜色绕。所以该画浅的地方你也不得不深。正确的做法是最后再加深啊，最后按照这个我们画面的效果啊，用什么是浓度，因为深都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啊。画画有些是绝对，有些是相对的。把这种相对的东西啊，我们给它不要绝对化啊，相对的东西不要绝对化。什么叫相对的？技术是绝对的啊，审美是相对的。对，我是画这个晕染的自然，过度自然啊，颜色均匀，过度自然，这是绝对的，能看出来啊。但是画完了以后啊，好不好看，这就是相对的，是不是？我就说审美是相对的，你不能把这个相对的放在绝对里面啊。所以说我们这个颜色啊是深色，本身它就是什么叫深，什么叫大，什么叫小，什么叫长，什么叫短。什么叫粗，什么叫细，这都是相对的概念，对，不是绝对的啊！你不要把绝对的、相对的东西放到绝对的里面啊，这就会出问题啊，这就会出问题。我们中国几千年前就已经知道这个概念了啊，是不是？要不八卦阴阳嘛啊，一个阴阳图，你看它都是有两面性的啊，都是相对性的。什么叫黑啊？什么叫白？对，这都是相对的。所以一定注意啊，这个你看，所以我说画国画，它是画的是个啥？画国画，它画的是一个哲学性，画的是哲学。西画画的是啥？画的是科学啊，这也不是我说的啊，这都是一些比较大的这个著名的这个老师们啊，这个也不能说老师们啊，也没教过我，是不是？但是导师们啊。大家嘛啊，大师们，大师可以啊，你看人家说的啊，人家说的，吴和老师从来不自己发表自己的浅见啊，都是爱引经据典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把深部一加深啊，往远了给它推一下，往远一推啊，往远一推，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金刚手的这个对比度，你看它就起来了啊，是不是就起来了？但是别过了啊，干啥都别过了。像它这些边缘啊，你像这个手的边缘啊，你看我们就需要小面积的给它什么呢？很细的半毫米左右啊，我们给它加深一点。看这里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放远了看了啊，放远了看了。别忘了啊，人家这里还有最后啊，最后这里来一点，从里面给它拖出来啊，大面积的拖出来，这就是很窄的贴着边啊，贴着边给它。你们就看眯着眼看大效果，
到这里就到这里就行了，是不是？这边也是，你现在看是重，一会儿就变轻了啊，一会儿就变轻了。这个墨色啊，从这开始，现在就是你看窄一点啊，窄一点。不是勒啊，是勒染啊，不是勒啊，它是染，只不过是窄窄的啊，窄窄的给它全贴着边缘，加深一下啊，稍微加深一下，一定要从里面给它拖出来。看这个夹角，好，这个不要染啊，这个尖尖这里不要染。这个效果啊，你看，慢慢的就给它加深了，调整了。像这里啊，这里局部啊，不是所有的，这里和这个背景交接的地方，我们来一点。对啊，你看，像这里再来一点，这就是说，这就是中国画的感觉了啊，晶莹。有些地方我画啊，不应该它不一定它有的地方我一定要画，我就是为了增加它这个对比。你看这里，就这一点啊，就这一点局部。最后，有这个板子还是比较不错的啊。像这种交接的地方的对比啊，就给它让开啊，让开。好，现在一看，你看模模糊糊的一看，它这个上下左右的立体关系就起来了啊。然后咱们聚焦一下，你看，哎，整个的立体感啊，你看它就比刚才的要强得多啊，强得多，是不是？然后你看中间亮，四周啊，这个立体就出来了。最后呀啊，我们把这个曙红里面啊加点儿赭石啊，曙红里面或者加点墨。你看我这里头有个墨点啊，我就曙红里面加点墨，中等浓度的曙红啊，中等偏淡的曙红吧啊，加点墨。我们调出这种类胭脂，你加点赭石其实也行啊，加点赭石也能调出这种血色的很深的这种胭脂感。或者你就用胭脂啊，中等偏淡的胭脂，胭脂就是这么来的。那咱们把这个手部的里面的最深的地方啊，我再给它调整一下。啊，就一点点。这几个小角啊，小角。小角为主。哎，最深的位置啊，最深的位置，给它卡一下啊，给它卡一下，这里给它勒一下，这个就贴着它的边勒一下，把这个亮度这个水线留出来，要不然有点生硬。这个小夹角。
卡准啊，然后这个夹角再盖一下。要求它深的地方啊，一定要深入。你像这里小夹角，这里边就应该很深啊，这个小夹角。这边这个小夹角，这就是个调整啊，调整它。就找它最深的地方啊，最深的地方，给它表达清楚它的结构啊，表达清楚它的结构，行了。胭脂稍微卡一下就行了啊。这个深部加深啊，基本就是这样。你看我们后面的火啊，这个提染方面尽量不动它了啊，因为前面啊已经把它这个对比已经画的差不多了，你再画这个火，就有点喧宾夺主了啊，喧宾夺主了。好啊，你看我们现在啊，把这个深部加深完了以后啊，整体的我们就开始亮部提亮了。亮部提亮，我们这个手部啊，亮部提亮用白色啊。我们来调一个稍微淡一点的白色。我看啊，稍微浓一点的白色，先提指甲吧啊。白色的笔。好，再来一点。整体白色用的地方不多啊，整体白色的地方用的一点都不多，直接就笔里头蘸点水，然后给它调开，那种比较浓的白色啊，比较浓，中等偏浓吧。越浓的这个白色，你提染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水笔啊越要稍微干一点，但是也不能过干，要不然它这个颜色，你要太湿了容易把颜色冲开，太干了的话，颜色也不容易什么呢？颜色也不容易脱开啊，所以要注意这个浓度的把握。你说老师，我这个听的不太懂，本身是咱们这个啊，就是你得多试啊，你得多尝试这个体悟啊，就是体悟，就是你得多试。水笔上什么样的浓度，才能使你的什么呢？啊，才能使你这个白色啊，什么样浓度的白色啊，给它能脱开。呼和老师只能告诉你啊，有这么一个规律啊，是不是？你要通过这个规律啊，慢慢的去实践去啊，实践出真知。从亮部往暗部给它倒染。染到这里，从里面你看，我从最里面给它往过拖到边上啊，拖到边上，慢慢的这里就给它没了。然后这里亮部在这里，这个指节是有压盖关系的啊，指节是有压盖关系，把这个压盖关系要给它考虑进去。这样一个指甲就怎么样呢？就提完了，浓的啊，一定注意啊，这个颜色的倒染，你就一遍就行了啊，轻盈一些。这个指甲也是很重要的啊，指甲也是很重要的。你看前期这个指甲，我们一直都没有啊，怎么管它？
但是最后这一下啊，却很重要。首先啊，涂色的时候要尖锐，边缘要整齐。第三，你看由亮部往暗部，先这么染两边，然后再染中间这里啊，中间这里是最亮的地方，基本就属于平涂啊。边缘一定要整齐啊，像这个和蓝色区域啊，像这边边缘这里要和它衔接过去啊，衔接过去。这种很艺术性的啊，艺术性的表达。从左往右吧，啊，从左往右。我觉得从上往下好一些，那我就给它转，一定要学会转啊，找到自己这个比较舒服的位置，尤其是这两个指甲。虚劲啊，轻轻的劲，然后把这个尖尖给它涂得非常的尖。笔要入笔的时候要干一点，然后现在后面啊，你再给它主人，现在是5分钟。先是给它你看我拖的时候是从里面往外拖，不是从它的边缘，是不是？我从里面给它慢慢的这种顺下来，然后及时的把这个笔尖的这残色我给它拿在餐巾纸上或者是吸水棉、吸水布上拖下来，两边给它延伸过去。对，然后这里再贴着这个边给它提亮。这边我就简单一点啊，其实能处理的染膏法一些，我觉得有点难了。小配角嘛，差不多就行。一个指甲，然后第二个指甲入的时候一定注意了，把笔啊弄得干干的啊。入笔的时候要尖，怎么才能尖？笔要干啊，这个手指头往下抓，靠近笔头，控制啊，增加你的控制力，轻轻的入。啊，你这样才能画的尖起来。这些都是技巧啊，这是技巧。然后你再赶紧在颜料碟里补充你白色颜料啊，因为你再往后画的话，太干的话画的不均匀。在这里。然后水笔啊，不能太湿了啊，但是也不能干了，就是这个不干不湿的这么一个相对干一点。往两边啊，这里及时的把笔尖给它舔干净啊，轻轻的啊，轻轻的。然后这边边缘
哎，你看这几个指甲就算是画完了，还有最后一个大指甲啊，就是拇指的指甲。注意前期啊，注意前期，这个指甲这个尖端轻轻的入啊，轻轻的。就是你们画这个蓝叶苗的时候一样啊，想把这个蓝叶苗画好了，你这个入笔一定要轻啊，一定要轻巧，轻才能巧，你不轻哪来的巧啊？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我经常跟同学们说，我说你们涂色的时候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了才能巧呀，同学们啊。这也不是我说的啊，这个轻巧这个词儿也不是我发明的。你看呼和老师把自己摘的每次都可干净了啊，是不是？然后给它，看一定要从里面给它拖出来，这样的话它的过渡啊才自然，不会说忽然就忽然变白了，忽然变浅。你感觉现在是什么呢？感觉它这个白了啊，是不是？其实啊，这个白色，它刚是涂的时候显得白，它一会儿它干了以后就会淡下来。好，你看左右两边一定要和上面给它圆润起来啊，它是一个指甲的整体，你别把它画成了两截儿啊，别它画成两截儿。指甲一画完啊，这个效果就不一样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浓的这个白色，我们给它把下面的小珠子啊，有一些小珠子，我给它定义成什么呢？啊，定成白色。现在就开始张啊，研究给它定成白色的啊，白色的。中间这个吧，啊，给它定成白色。定成白色，你把那个笔啊立起来，浓浓的啊，浓浓的。一般白色珠子它都是中心的啊，中间的。三个给它弄成白色，看看这里也给它弄成白色，大白珠子。浓一点啊，浓一点。这里也是白色，但是注意这个白色是下面染，上面稍微给它留一些过渡。给它晕染一些过渡出来，它有遮挡关系啊，是不是？然后继续，一定要浓啊！你这个不浓的话，像这个不浓的话，它没有遮挡关系啊。像这个，像这个。这个也是，好，你看1颗、2颗、3颗，这个也给它涂上去了。这个是个单独的啊，单独的我们就给它单独处理。
这纯粹是什么呢？啊，纯粹是自己认为的啊，我觉得它就是。你们也可以自己设计啊，你们也可以自己设计。你觉得哪个好啊，你就设计成哪个什么颜色，反正就这么几种颜色啊，蓝色、绿色、红色、白色啊，珠子就这么几种。然后这两个中间，我给它这个是白色。其他的就算了吧啊，其他就咱们就用点其他颜色，好不好？全是白色也不好啊，全是白色也不太好。这个我看看，这个给它用成白色吧。这个也给它用成白色。遮挡关系稍微表现一下。行了，这白色就给它涂完了啊，你们自己设计啊，我也是随手设计的。然后怎么样呢？把这个白色调淡啊，调成稍微淡一点的啊，淡到什么程度呢？中等偏淡就行，比那个牛奶啊，牛奶状稍微浓一点点，或者就是牛奶状啊也行。咱们把这个亮部来给它大面积的倒染一下，提亮啊，大面积的提亮。颜色别浓了啊，颜色别浓了，这就没什么复杂的了。晕染的时候一定注意大面积给它脱啊，千万别局部。什么意思呢？千万别就一点点啊，然后颜色要淡一点。每次搅颜色的时候给搅起来，你像这里，颜色淡一点啊。你现在看着深啊，等它这个干了以后，它颜色就没有这么深了啊。所以一定要面积大大的给它脱开，宽染。越往边上脱啊，它这个颜色啊越自然。你就是拖到最深处啊，它也不影响，知道吗？啊，拖到最深处它也不影响。本身它这个颜色就淡啊，本身颜色就淡，然后找这种亮部，像这些地方就一定要什么呢？精深一些，一定要提啊，而且提的要准确一点。
轻啊。这里你看，这里一定要提。然后这边注意了啊，这边是这样的染膏法啊，从它的中间往四周大面积的拖出去，及时的把边缘给它晕染开。这边然后这边稍微来一点啊，这边你看就是这里稍微来一点，这周围都是遮挡关系啊，把这里稍微的提亮一点。一定要给它宽染开啊，宽染开。最后这里，尤其是这边上，最后这里。把笔中的惨色啊，我们给它一点一点的给它晕染到我们这个画面的局部去。是不是染到这里啊？再蘸颜色，每次蘸这个白色一定要搅起来，要不然绝对会有色差的啊，绝对会有色差。然后这里。然后这边染的时候一定要大，面积宽一点啊，彻底要脱开。这边我得转了。对，最明显的这几个什么呢？啊，这几个指甲啊，我不得好好的画一下。亮部提亮，暗部加深啊，这样的话它们的对比度就会变强啊。
你看这里最亮的四周它都有压盖啊，就中间没有，我们把中间给它来一点。啊，虽然是一点儿，但是也是会加强啊，也会加强，加强它的什么对比啊？你看这里有遮挡关系啊，遮挡关系，你看我们就要给它让开。你看遮挡关系让开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按部不动，我把亮部提亮，它这个遮挡关系也能给它加强。像这里，这里有遮挡关系，我这小面积的来一点，这没关系吧？整个这个手部提染啊，就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啊，提染就到这里就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该亮的也亮起来了啊，该暗的也暗下去了。然后我们你看，给它往高举，你看远远的看去啊，是不是？这个立体感是不是更强了啊？淡淡的来一下啊，它就显了啊，它就显得非常的漂亮啊。然后这些黄色啊，我觉得啊，你可以用淡淡的这个金色啊，淡淡的金色啊，给它平涂一下，或者亮部倒染啊都行。像这里啊，都是这里稍浓的金色啊，给它倒染，就跟我们上节课一样。金色稍微淡一点、浓一点都无所谓啊，它都是可以表现出什么呢？啊，表现出它的这种金色的质感啊，就是一定注意它俩啊，这个上面的这个法器啊和下面的这个颜色，你一定要区分开啊，上面颜色要淡一点，稍微来一点就行，甚至就是不染都行啊。像它这个不拿金色给它倒染啊，这个已经很漂亮了啊，已经可以了。像下面的话，你可以上点金色啊，上点金色，这都行啊。上的话薄薄的，稍微厚一点，是不是啊？上面不上，下面上，或者上面薄，下面深，都行啊。那我现在呢？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这个金色呀，它也有很多种啊，也有很多种。我们这个成套的金色里面，我有一种就是咱们这个成套的金色。它这个浓起来的话，还是比较什么呢？啊，比较颜色比较重的啊，遮盖力也比较强。我现在是用的是两种金色啊，一种是这种成皮的啊，一种是挤的管状的。这个管状的就是我们这个配套带的啊，配套带的这个管状的。成皮的这个啊，是我另买的。金色还有一种什么呢？就是我画这种唐卡专用。这个金色你们最好啊，喜欢画符号的啊，你最好多买几种啊，自己尝试。有的是要和胶，拿出来要和胶；有的是直接和水。像我用的这两种啊，就直接就是水啊，水就完事了。你看我们这个自带的金色，这点不够。金色啊有两种画法，一种是染，一种是点啊，一种是染，一种是点。像这个稍微调的淡一点，浓的画行不行？可以啊，浓的画也行。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，同学们一定注意了啊，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。它不是说是一定啊能多强。你先把它给它卸开啊，卸开。把这个颜色给它卸开这种你看稀流糊状啊，稀流糊状。每次用完以后啊，一定注意了，这个金色用完以后，这个笔一定及时的清理干净，要不然它里头的胶太重啊，胶太重，不好洗啊，这个碟子也不好洗。我就以下面为主吧啊，下面为主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
上面的话就是染它的亮面，倒染啊，倒染它的亮面，这个就是稀流糊状，就比较淡了啊，比较淡了。也不属于照染吧啊，就是染它的亮部，然后由亮部给它倒染，多次的给它点，行不行啊？多次的点也是可以的。像我这个第二种就是点染，你看找它的亮部给它点一些，暗部就不动它了，它也显不出来这种效果，就是不用染啊，直接就这样找它的亮部。像里边啊，里面稍微点两下，最亮的地方点两下。这个属于中等偏浓吧啊，中等浓度吧，加点水。那这样你感觉不出来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你这个侧面一看啊，这个金色就金光闪闪的，就是这样。倒染也行啊，不染就直接点出来啊也行，就是不能平涂啊，平涂的话这个对比啊就减弱了啊，你前期染的就白染了啊，就白染了。用这个金色一定注意啊，染它的亮部。多次染行不行啊？事实证明多次染是可以的啊，这个金色也是能叠加的，但是它本身就不太明显。我是要用两种金，一种就是我们带的这个金啊，给它进行点染啊，另外就是用那种薄薄的金，但是这种金色啊，它一裱画就容易什么呢？容易跑啊，容易跑。最好是裱完了啊，裱完了给点出来。你看，亮部稍微点一下，中间点一下。你感觉不出来啊，是不是啊？染完了感觉不出来，但是你侧面看它，不知道同学们侧面能不能看啊？你侧面看它啊，有点这么意思啊，金色的有点意思。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，有一定区别的。像这些亮部啊，亮部就给它画一些亮部，中间就很生硬的给它这么有些间隔，行不行？可以。它有一定的遮盖力，但是遮盖力不强啊，遮盖力不强，就是中等浓度的这个金色，就是我这种稀流糊状的这种啊，它的遮盖力不强。不要太浓了啊，宁可染2到3次，缩小面积退晕啊，也不要一次性给它染的特别的浓。其实这样画反而很快。你不用染了吗？啊，直接涂点染，这就跟我们这个写意画似的。其实这个写意啊，我经常说啊，工笔为基础，写意为什么呢？写意为进阶啊。先学习工笔啊，再接触写意，你就好学。写意就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啊，你学画一上来学写意啊，就相当于你一学歌，刚学了2首歌啊，就去开演唱会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工笔相当于什么呢？你学了歌啊，唱的差不多了，你是来先去学个录音棚，是不是啊？录音棚是可以修正的啊，老师可以详细指导的，可以反复的啊磨练的。你不行，这一遍再来一遍。那演唱会啥意思？你一次性完了就完了。有那个肺活量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有那个体力吗？有那个技术吗？不允许出错。你看，其实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啊。你看这个我没有拿金色，这个拿金色，你看这个颜色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还是有点区别啊，还是有区别的。
然后你要是你看第一遍完了以后啊，等它干啊，第二遍然后局部最亮的地方给它再拿金色，像这些啊，局部的小尖子啊、小边缘啊，最亮的地方你可以再点一下，也不用染啊，你就最亮的地方给它稍微抹两下，笔侧着点啊，侧着点抹，带点这种皴的感觉。哎，你看，我就最亮的地方啊，稍微有点压盖的就不管了。你看，稍微侧着点啊，带点这种皴就是侧锋给它画出来的线条，带点干一点的笔，我是这么理解的啊。哎，它这个质感啊，它又不一样了。你看它最亮的地方，我就是断断续续的给它画。笔松一点啊，我经常画到一定程度啊，像这种啊，笔松一点，慢慢的褪晕啊，这个金色啊，它就显得怎么样呢？啊，非常的漂亮，就出来了个效果。你别指望着用金色一次性能给它勾得很金，那是不可能的啊，除非说是拿金子。咱们这画一幅画，你用点金，把那金箔捣碎了啊，金粉，是不是和上胶？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，同学们啊？一笔下去好几十，那金子都是按克卖的，现在一克金子多少钱啊？是不是？你看这就行了啊。然后你看这个侧面看起来的话，你看它这个感觉就是这样。侧面，然后我给它侧面看一下。啊，金金的感觉啊，下面也是这样的啊，下面这也是这样的，给它勾啊亮处，暗部不要管，你看这里，像这个小圆球啊都不要管。像这个小圆球啊，不要管。像这里，点一下它的亮部啊，点一下亮部。这里也是点一下它的亮部。它毕竟这个配角，它相对来说啊，这手画完了，这些你就，但是你要画准确了啊，画准确了。像边缘球球的边缘啊，这个得点一下。你看是不是？你看它这亮部勾一下，这里你就给它亮部点，拿笔尖点一下啊，这里淡淡的给它全勾啊，全勾，像这里亮部勾一下。对，一遍不行两遍啊，两遍不行三遍。对，你看这些。你看往上点啊，点这边边缘给它点上来。有些地方啊，有些地方就给它平涂都没事。这个金色就差不多了啊，金色就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我就不一一演示了，好不好，同学们？肯定得1到2遍啊，肯定得1到2遍。它这个慢慢的给它点，然后逐渐缩小面积啊，然后1到2遍给它点出来，颜色也不要太浓啊，也不要太浓。然后上面这个自己来定啊，如果要照的话也是薄薄的啊，薄薄的一个金色。那接下来我们再进行下面的染色啊，这个金色就不演示了。
同学们，大家来看啊，我现在已经把这个金色啊全部给它倒染了一下啊，倒染了完了以后啊，这个呀，我也用了淡淡的金色啊，给它照了一下啊，也是倒染啊，也是倒染，只不过是很薄啊，很薄。这个你这个正面看啊，一点都不明显啊，只有这种侧面看，这种金色它才这种金光闪闪的感觉才能出来啊，才能出来。它这个正面，而且要注意了，当时染的时候啊，它颜色是很淡的，这个效果不明显。但是等它干了以后啊，这个效果就比什么呢？啊，比我们这个染的时候要明显的多。所以注意这个金色的使用的时候的这个难度啊，使用的这个难度跟白色正好相反。白色是什么呢？我们当时染的时候啊，感觉很深，干了以后变浅。这个反而反的，当时染的时候很深啊，很浅。干了以后就很深啊，所以一定注意，染完金色以后啊，它这个金色很容易给它跑出来。正常情况下，拿这个羊毛笔，就是羊毫的笔，软软的、轻轻的啊、薄薄的，沾上淡胶反水啊，给它上面再给它涂一层，估个色，这样你再进行裱画的话啊，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个淡淡的头绿啊，头青。注意啊，一定是什么呢？淡淡的头青啊，头青有好多种，反正你用手头的头青就行，但是一定注意了，淡，千万别什么呢？别浓了啊，千万别浓了。笔的话，我更建议用什么呢？稍微小一点的笔，因为咱们这个蓝色的区域啊，它本身就不多。我给它，你看，这是头青啊，然后给它加水。头青属于实色还是水色？来，同学们来想一想啊，头青属于实色还是属于水色？对，头青属于石青的一种，所以它属于什么？实色。而且这个颜色是实色，它有什么呢？很强的覆盖能力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这个不同品牌的头青啊，它的颜色略有差别，一定注意了啊！不同品牌的头青啊，这个颜色略有差别，这个没有关系啊，这个影响不了，不影响我们这个整体，我们只需要给它调出淡淡的这个头青啊，我们给它1次到2次进行照色。这个颜色行啊，你看就这个颜色，我们给它搓一下，注意淡头青啊，淡头青，淡头青，我们给它什么呢？啊，照色，照一遍颜色啊，也可以倒染啊，就是暗部的话，稍微给它倒一下啊。其实我觉得没那个必要啊，没那个必要，就是淡淡的给它照一下颜色。1到2遍啊，也不一定，得慢慢调整。每次搅颜色、蘸颜色的时候，一定注意老规矩啊，给它搅起来。最深部的地方啊，给它让一下，就像这些啊交接的地方，给它晕染一下。你头青如果太浓的话，容易把我们这个什么呢？以前染的这些遮挡关系啊，全部给它遮盖掉。所以一定要是淡色多次的进行照染，然后主要以亮部为主，像这种暗部的地方啊，能给它简单的倒一下，让开一点啊，是最好的。它本身是有遮盖力的，但是你颜色淡的情况下啊，它是遮盖力没有想象的那么重。但是我们能什么呢？淡淡的给它进行调整。
现在染的时候啊，多少有点纸白啊，是不是？多少有点纸白。这个纸白啊，你要是拿这个实色给它照一下的话，这个纸白多少有点就能给有一定程度的什么呢？减缓啊，一定程度的减缓。看，从亮部啊，给它往暗部。像这些变化微妙的地方。看这里当时深了一点，是不是？淡淡的给它照。那这里找它的亮部，暗部稍微留一点啊，稍微留一点。你看照了一遍和不照，它就是不一样啊，就这么淡淡的一遍就不一样。我们慢慢的给它往深了调啊，慢慢的给它往深了调。像这里，从亮部，那中间就是亮部呀，两边是暗部，是不是？一定注意这种实色照染的时候啊，一定是这种淡色，除了白色啊，我其他颜色我都建议淡色多色的给它慢慢的调整，这样不容易过啊。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实色很容易过，一过了以后，你前期啊，这种我们多次给它慢慢体现出来的这种晕染的关系啊，就会淡化。这属于什么阶段了？这属于收官阶段了啊，这就不属于这个提染阶段了。整个在调整，该提染的亮部也这个加深了啊，暗部也加深了，亮部该给它凑起来的也就凑完了啊，是不是？该加深也是染完了，所以现在属于什么呢？收官阶段。而收官阶段呀，它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大的这个固有色的这种啊颜色最终色调的确定。对，别着急啊，这个一定要沉下心来啊，然后刷完一遍看一看啊，然后再刷一遍，看情况啊，看情况。按这个浓度啊，我自己推算啊，应该是2遍差不多。像这个最深的地方要给它倒一下，其余的啊就是平涂啊，因为它颜色很淡，你要其余的你再给它进行倒染的话啊，那你就这个基本就没什么颜色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它本身就是颜色淡，前期的一些微妙的这种啊晕染关系啊，能保留住。看这里。像这个头漆啊，我用的是普通颜料啊，普通颜料就是化工颜料。这个有条件的同学，你就可以用这种矿物质颜料啊，矿物质颜料。孔雀蓝这种颜色啊，孔雀蓝这种颜色，矿物质颜料就贵了啊，涂一遍
这么涂上一遍，照上一次啊，十几块钱肯定就没了，是不是啊？相对来说，你这个拿我们这个头青这种化工颜料，它也就是个1、2毛啊，你看几百倍的。你矿物质颜料用之前一定注意，也是先调胶，把它调成颜料。它矿物质颜料它就是一个颜料的这个粉末。你需要什么呢？半成品啊，你需要给它用胶啊，给它完全的融合起来啊，融合起来，让胶和什么呢？胶和我们这个颜料啊，色粉啊，矿物质颜料这种色粉啊，和它充分的融合啊，融合完了以后，你再什么呢？加水啊，把它调淡。如果是纯矿物质颜料啊，胡胡老师说，你更得稍微再淡一点，因为它这个表面的颗粒是比较粗的啊，粗颗粒。然后什么呢？它这个遮盖力啊，可能更相同情况下啊更强一些，更要慎重。用的笔啊也要小一些，这个笔越大，它这个颜料浪费的就越厉害。所以咱们就要用小笔啊，你看。这边最暗的地方，你水色啊显示出来的这个质感啊，肯定没有实色好看啊，肯定没有实色好。你看，我就淡淡的照了一次，它这个敦实感就不一样。然后我们再来第二次，我觉得稍微还能再蓝一点。看第二遍的话。注意它们的遮挡关系啊。搅起来啊，一定注意把它搅起来。没有完全干啊，我画的有点快。画到这里啊，同学们千万注意，别给老师着急啊！我知道已经画到这里，已经基本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啊！你们的我知道啊，也都画的挺好的啊，别着急，最后这点啊，一定是慢慢调整，你别着急啊！这个到最后啊，越到最后越要注意，一块毁所有。仔细跟着我走啊，仔细跟着走。千万不要一块毁所有啊！从它的亮部啊，耐下心子来啊，这个时候也是锻炼我们的耐心的好时候。啊，最亮的地方啊，
这第二遍就好看多了，这个蓝就出来了，显出来了。不要太亮的蓝啊，我们这个也不要太重的蓝，涂色的准确度一定要上来。你别涂到这个已经涂完了啊，你这个全给我涂到这个饰品上去了，不对啊，不对。还有这个白色的珠子这边啊，千万别涂上去。看一溜一溜的。咱们再看看这个对比啊，我把这一溜这个区域给它涂完，然后咱们把它吹干啊，看看它这个对比的效果。你看我涂完这一半了啊，是不是？涂完上面这一半，这边没涂，吹干。来，同学们看一看这个感觉，是不是这个敦实感就有一个？你看它这边和这边，你看变化还是有的啊，是不是啊？变化还是有的，但是变化的啊，你看很明显啊，你看这里的颜色，这个敦实感就不一样，一定注意是淡淡的给它一层一层的加，千万注意。别重了啊，千万注意别重了。重了的话你就不好掌握了，是不是？一遍还是两遍？咱们薄色多照嘛。就是你看万里长征，9999里都画都完成了啊，就最后这一下，千万别失啊，别画错了。尤其是这种照实色啊，一照就是一错啊，一中了毁所有了。像这里，哪怕你这些地方啊，淡淡色多照个一遍两遍啊，它都及时调整啊，它都不会出错。觉得不行啊，你再调啊，觉得不够啊，达不到我们这个水平，你再调啊。现在我这个效果是出来了啊，我这个效果是这个灯光一打，这个闪闪发光的感觉就出来了。我经常跟同学们说啊，画画有3个境界啊，就是初学画画啊，有3个境界。达到第3个境界就出窥门径了啊，出窥门径了。哪3个境界呢？啊，第一个境界，照片啊，拍照啊，拍照比画画好，画的画好，就是你拍出来的比你画的本身要好啊，这个好看，不是说技术好啊，它也有滤镜啊什么的啊，是不是？第二个境界啊，拍照和画画差不多。就是你画出来的和拍出来的啊，这个水平差不多，感觉啊，是不是？这是第2个境界了。第3个境界就是拍照和画画啊，照片没有画本身好看啊，这就是出窥门径了啊，基本就进入了这个入了门了。像我们这画啊，全部都是啊，
现实比拍的照片好看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就给它全部的照染完了啊，照染到这个程度啊，我觉得也行了啊。你看，慢慢的来啊，慢慢的来吹干，吹干，然后啊，有条件的啊，有条件的，有基础的啊，有这种，你就上朱砂啊，这个朱砂辟邪，是不是？上这种矿物质颜料的朱砂。没条件的你就用朱砂颜料或者朱标啊，朱砂或者朱标的颜料啊都行。我看看我这朱砂在哪儿呢？啊，像朱砂这个颜料啊，它朱砂本身是有毒的啊，有毒的，千万别舔它啊，千万别舔它。你看这个朱砂啊，单独买的朱砂也行啊，像这样的朱砂，成品的朱砂，它朱砂有很多个颜色，偏红一点的啊，偏红一点的。像这种朱砂啊，它是按克卖的，一克多少钱？一克多少钱？用这种矿物质颜料朱砂的话，你就需要用到什么呢？这个胶啊，需要用到胶。这个没有这个矿物质颜料，你就用朱标兑点曙红啊，或者直接用这种成品的朱砂啊。我们一般啊很少买朱砂的，但是买这种马这种常规的这种颜料，它是含朱砂的。就是说我们工笔画这块这套颜料里头没有啊，你得单独买。我就用点普通的吧啊。你看像这个程度啊，你想把它画成矿物质颜料，你还是开始啊金子啊往上，如果给它增加的话，金粉和上胶。调一个浓一点的朱标啊，朱砂。没有朱砂的，用朱标加曙红。我们来找一个什么呢？啊，找一个红色的。这个你就别管它的压盖关系了，直接给它涂到最里面。然后边上肯定不能，因为边上都是红色啊，是不是？你得来中间啊，来中间这里。朱砂属于什么呢？朱砂的砂字是有十字旁的，对不对，同学们？所以啊，朱砂属于什么色？十字。红，红色的珠子。我再找找有没有其他的珠子了啊！白色的珠子涂完了，红色的珠子涂完了，中间这两个，好，这红色的就涂完了。上面有珠子没有？没有。啊，涂完了以后啊，接下来我们这个朱砂就一会儿再用啊，一会儿再用。那一会儿肯定得用啊，我们火还没涂朱砂呢，是不是？然后再用刚才的头青啊，头青浓的头青啊，这次就不要淡头青了，
很浓的头青。头青涂到这儿。也要讲究个对称啊，也要讲究个对称。行啊，头青我就算是涂完了啊，不能多了，因为它本身就是蓝色的，是不是？最后啊，3绿或者4绿，哎，头绿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啊，有点太那个，我看看头绿行不行吧？头绿也行，我觉得，就头绿。头绿也可以。稍微加一点点水啊，把它调成中等偏浓的头绿。这都是比较浓的啊，同学们。3绿4绿我怕太抢眼了，太抢眼它又容易什么呢？容易这个抢角啊，抢我们这个主角，我们手的这个颜色色彩。剩下的珠子啊，就是头绿了。一直这边涂的时候注意了。这边你看，还有这边，还有这里，好，有没有珠子了？咱们找一找。有一颗啊，有一颗啊，这里
还有这里，你们可以自己改啊，我这就随意填啊，随意填，有一定的规律，但是规律不明显啊，有一定的规律，规律不明显。觉得第一遍不够，还可以再涂第二遍啊。你看这样的话，简单的一些装饰啊，你看它就华丽的多了啊，华丽多了。你看我们这个啊，我现在基本用不着复勾，是不是？这个线条基本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啊，把这个朱砂啊调淡，刚才我们不是用朱砂了吗？是不是？调淡它，用了一些朱砂，然后把它调淡，淡朱砂。再淡一点。朱砂要比那个朱标要红啊，要比曙红要淡一点啊，中间这个颜色，我们也叫朱砂，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朱砂这个色。我们干什么呢？把火焰给它淡淡的啊，朱砂啊，给它平涂一下，照一下色，所有的啊，所有的。让它不要那么黄啊，是不是？不要那么黄，也不要管它中间的这个遮挡关系，就是照一下。如果是矿物质颜料的话啊，你们更要淡。这个朱砂的矿物质颜料它也分两种啊，一种是有这种亮点点这种珠光宝气的感觉的朱砂啊，一种就是普通的便宜朱砂，它价格不一样。你们用的时候啊，自己看。你看后期啊，胡火老师让你们用的这种矿物质颜料，有些同学就问怎么用，怎么用，怎么用？你看就是这么用。前面水色打底染的差不多了，最后实色啊，我们这个矿物质颜色给它收边，收一下啊，照一下这个颜色。涂色的时候注意慢一点啊，有平涂嘛，千万别注意别那个。别涂到外边去啊！然后每次蘸颜色的时候，朱砂属于实色，每次蘸颜色的时候也是啊，也是怎么样呢？给它搅起来啊，颜料碟里面搅起来。现在你这个颜色啊，朱标啊，就略显得有些黄了啊，不是那么火的感觉。你看，稍微照一下这个朱砂啊，它这个色彩感啊不一样。你觉得第一遍不好啊，你就给照第二遍啊。第一遍你觉得不太好，颜色不满意，你就自己调整，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啊。你看照一遍，它绝对是不一样的啊，绝对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一定注意这个对比啊，你不要把这个尖子的火啊，你给它染得非常的红啊。有这个对比就行了，你要染得非常的红啊，就很容易抢镜，把我们这个什么呢啊，这个手的这种感觉啊，就全部给我抢镜啊，抢戏抢走了。
所以啊，这个一定注意整体的这个虚实的这种主次关系啊，主次关系和虚实。这个涂色啊，好像也不陌生吧，同学们？你们当时涂的这个也用了很长时间啊，一定注意实色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淡啊，一定要淡，然后1到2次啊，慢慢调整。那涂完以后啊，它朱砂显得呀，就比朱标怎么样？敦实啊，就显得就敦实，是不是啊？显得就啊这种厚实感比较强，颜色的这种力度也比较好。好了，同学们，那我就怎么样呢？就平涂嘛啊，平涂我就不一一演示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幅画啊，画到现在就已经基本就收官了啊，基本就差不多了。如果是觉得这个边线啊还是不太明显的同学，你可以拿这个淡的朱砂啊，就是个淡的朱砂，就这个朱砂，边缘再给它勾一下啊。我这个就用不着勾了，你看我这个已经很明显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那个造型啊什么的都很明显了。行，我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吧，不演示啊，有的同学他不敢下手，还是演示一下。找一根红色的勾线笔，好，知道了，就是它，就是淡朱砂啊。然后朱砂笔肚子在这个餐巾纸上吸一吸啊，不要太湿了。给它复勾，淡朱砂啊。勾之前呀，同学们，你们一定要切记，先练一练啊，先练一练，不要像我这种拿起就勾。我这每天都有练啊，对，我每天都要练白描啊，一年中啊，大概300天左右吧，要去给它这个能坚持着练，大概每天1个小时以上，这就是基本功啊。这个基本功，什么叫基本功？就是逆水行舟啊，不进则退。你这个基本功啊，如果你不经常去练去啊，你这个要退步的。然后这个笔尖啊干一点。这就算是勾完了啊。勾完其实你感觉它变化不大啊，也就是说贴近了以后啊，离它有个10公分左右啊，这些微妙的变化才能显现出来啊。没有这个就你看这里，再勾一下，离着远了就显现不出来啊，显现不出来啊。我们放到近处看。你看是不是近处了后勾出来以后啊，这个效果就出来了，是不是就稍微明显一些，是不是勾线？好了，同学们啊，那我们这幅
金刚手啊，金刚手的作品啊，我们就我看演示到这里啊，金刚手的我们就演示到这里。你看涂了一遍这个朱砂和这些没涂的啊，你看这个效果，你看这个对比度，即使很淡啊，它一下就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就是照一下啊，就是照一下。那我就演示到这里，最后啊，在这个边缘啊，扣上自己的章啊，是不是？扣上自己的章，你看这个整个火也是像一片菩提叶一样啊，整个火的形状也是按照这个菩提叶的形状给它出来的。对，这个在这里写上提上名字啊，盖上章，或者在左下角啊，这些都行啊，这些都可以。那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这节课就到此为止吧，好不好？希望同学们喜欢啊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